老伴突发心梗，打完120后，我立刻给儿子打电话，还没开口他就气急败坏的责备：妈，你能不能有点边界感？现在是我们家晚上的亲子时光，有事明天说。说完立刻挂断电话。我又给儿媳妇打电话，那边接了，却噼里啪啦一顿：阿姨，能不能别这么烦？我就不该把号码给你们，早知道你们守不住边界，搅到我和王阳离婚，你们就高兴了。电话那头传来儿子的声音：如烟，别生气，我爸妈年纪大了没边界，我帮你拉黑。再次传来挂断的声音后，我的心彻底凉了。老伴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脸色苍白，大汗淋漓。我握住他的手，泪流满面，能感受到他生命的流逝。当晚120将我们送到医院，对老伴进行抢救，可惜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老伴走了。直到第2天早上，儿子才打电话过来：爸，怎么回事？都8点了，还不来送聪聪上学？他怎么做爷爷的？你爸心梗死了。儿子愣了一下，第一句话竟然是：那以后谁接聪聪？妈，你又不会开车。那一瞬间，我知道我的儿子也死了。我从楼顶跳了下去，追随老伴儿去。在睁眼时，我发现自己重回到新媳妇进门的第一天，儿媳妇如烟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说的话也与上一世一模一样。我这人很有边界感的，希望你们也是。虽然我是你们儿媳妇，但我不会张嘴叫爸妈，以后我还是叫叔叔阿姨。我没有生闷气，甚至没有看他们一眼。我握着老伴温热的手，眼睛有些发热。如烟还在继续：叔叔阿姨，你们也别生气，我没恶意，这就是我的习惯，我对任何人都这样，人和人相处起来有边界感才最舒服的。如果你们答应，那才是我们能成为一家人的基础。儿子王阳迫不及待地答应，然后催促我们表态：肯定没问题，我爸妈不是那种老古董，一定尊重你的习惯。爸妈，你们说是不是？老伴皱起眉，他正准备开口，就被我狠狠捏了一下手。我脸色平静，声音更是冷静：当然，这是你们小夫妻自己的事，你们决定就好。王阳很兴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高兴地冲如烟眨眼睛。我就知道妈最好了。如烟脸色有些得意：叔叔阿姨真明理，有些规矩我一次性说完，省得以后闹得不开心。第一，不要随便打我电话，我也不会加你们的微信，毕竟叔叔阿姨本质上对我来说是陌生人。第二，你们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亲戚也别让我认识。说到底，我只是嫁给了王阳，没有嫁给你们全家，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陌生人。昨天是大姑吧，拉着我胳膊，一点边界感都没有，我受不了，麻烦能帮忙转达，街上见到了最好连招呼都别打，我这人不喜欢不熟装熟。老伴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我捏了捏老伴的手，安抚住他，就示意如烟继续。第三，以后过年我是不会和你们一起过的，我有自己的爸妈，王阳愿意的话，他回来就行，我反正不会回来。第四，没有我的允许，请在晚上7点之后不要给王阳打电话，他虽然是你们的儿子，但现在也是我的丈夫，我还是希望他以小家为主。他一口气列了10几条规矩，每一条我都点头表示赞同。老伴听得脸越来越黑，一个劲的喝茶。王阳偷偷观察我的表情，见我一直没发火，还悄悄松了一口气，嘴角越咧越开，牵着如烟站起来：爸妈，那我们先回房休息，做好饭叫我们吃。我伸手拦住他们，这才开口：你们立了规矩，这个边界那个边界的，我们肯定遵守，但我们也有些边界，你们肯定也能做到吧？老伴手里还端着茶杯，惊讶地看着我，儿子也明显一愣，显然没想到我会提出这茬。如烟还在高兴中，一脸得意：那当然。我扯了扯嘴角：第一，叫不叫爸妈，去谁家过年，这些我们都无所谓，亲戚什么的，你们年轻人没感情，我们理解。你们同事朋友的红包你们自己收着，其他亲戚给的红包得还回来，特别是如烟特地让我转达给大姑的话，我肯定带到，但大姑私下塞的5万红包也得还回去，毕竟陌生人的东西最好还是别拿，这能做到吧？如烟脸上闪过尴尬，顺着话不情愿地说：我无所谓，别来沾边最好。王阳有些着急，想要说话，被我瞪了一眼后又把话憋回去了。第二，有边界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住在一起，之前我和你爸3催4请，你们才愿意住进来，婚礼反正也结束了，你们现在就收拾东西搬出去吧，饭你们也别在家吃了，大家一起用筷子，口水都要混到一个盘子里，太没边界感了。老伴微微张着嘴巴，震惊地看着我，刚才还趾高气扬的如烟，脸色瞬间黑了。王阳脸上也满是尴尬，责备地看着我，我装作没看到几人的表情，故作惊讶地看向儿子儿媳：你们不会不想搬吧？你刚才立规矩的时候不是说了，边界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尊重彼此的私人空间，你们小夫妻不会觉得这里住得舒服，不打算搬了吧？或者住到最后逼我们老两口主动搬出去，再霸占房子？如烟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怎么会？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王阳急得大喊：妈，你怎么这样啊？我莫名其妙，我哪样了？不是你们说要有边界感吗？我和你爸在家里2个人住习惯了，我们可害怕什么时候不小心踩了边界，让你丢了媳妇，那可就不得了了。儿子被堵得说不出话，另一边传来震天响的关门声，他赶紧追了过去。我冷哼了一声，收回视线。对如烟我没什么好说的，我没生没养他，对他本来就要求不到什么，但王阳那真是耗尽心血，
这个白眼狼我是彻底不打算要了。老伴不放心地拉住我的手，担忧地问：怎么手这么凉？别气了，气坏你自己身子可怎么得了？我看着他，止不住地流泪。他叹了口气，以为我为刚才的事情生气。算了，不是你劝我的吗？他们过得好，我们老两口怎么都无所谓。你不是最喜欢一大家子住在一起热闹吗？先住一段时间，要实在合不来，就按你之前说的，让他们住进市中心那套小婚房里，眼不见为净。哈，小婚房，我冷笑。上一世房子转到他们小夫妻名下后，很快就被如烟娘家人那边长期霸占着。他们小夫妻则住进现在这栋大房子，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又有规矩立着，谁都别想说他们一句。我和老伴在自己家生活，还得处处陪着小心。孙子出生，我问了句有没有母乳，如烟立刻和王阳大吵一架，说我没有边界感，是个逼着她母乳的恶婆婆。王阳指责我时，被老伴打了一巴掌，家里闹成一团。最后以我和老伴搬出去租房子，平息了这场家庭纷争。老伴担忧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你脸上怎么一点血色都没有？走，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我安抚住了他，别担心，我没事，可能最近准备婚礼太累了。老伴确认我没事后，又往房间门那里瞄了一眼，叹了口气。当初买了大小2套房子，原本就是一套给洋洋当婚房，一套我们自己住。你喜欢这套大的，正好我们老两口住。那套小一点的婚房，改天过户给他们，他们不想住就卖了，大不了我们就再添点，让他们自己折腾满意的房子去。说着又压低声音，不过你得听我的，咱们虽然有退休金，手上那一点积蓄还是得藏着别说。你心软，总觉得一家人就该彼此包容，但我觉得他们不太能靠得上。老伴一直都比我看得清楚，前世我总想着家和万事兴，一次次劝服老伴，一次次妥协，最后到被他们蹬鼻子上脸，连老伴的命都送掉了。想到这里，我又恨不得打自己几巴掌。他们要独立，咱们做父母的哪能打击孩子的信心？房子不用过户，钱也不用给，都是快40岁的人了，让他们自己闯吧。儿孙自有儿孙福。走，时间还早，咱们去医院做体检。时间还早，咱们去医院做体检。之后，我拿了身份证等资料，带着老伴风风火火出门。一路上，我根本没时间多想。等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我还特地向医生追问，确认没有心梗风险后，才稍稍安心一点。老伴感受到了我的不安，只能笨拙地拍着我的肩膀。咱俩结婚时可说好了，要一起活到99岁，然后一起躺在床上上手牵手离开。你放心，我很大方，你嫌厌气，我晚1分钟跟着，绝不让你害怕。闻言，我破涕而笑。前世我和老伴的身体一直都很好，只是后面因为儿子儿媳的事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操劳。特别是我因为摔跤躺在床上那大半年，他肉眼可见的憔悴。毕竟所有事基本上都是他一手操办，又要照顾我，又要照顾孙子，一把年纪的老头，还要挤时间拉下面子到处求以前的老同事接点零散的活。而且他明明眼睛都模糊了，还得趴在桌上画设计图。其实他那时就担心会先我一步离开，再为我的未来做打算。可惜我的愚昧让他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几乎没有过一天舒心日子。这一世后半生的日子，我只想和值得的人一起走到最后。老伴在医院检查完之后就想去菜市场买菜，我拉着他去外面装潢不错的餐厅坐了下去。回家做什么？当免费佣人？你信不信把饭吃了，慢悠悠散步回家，他们肯定还没走。闻言，老伴笑了笑，并没有当回事。可等我们回家后，王阳正冷着脸坐在沙发上，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见我们空着手回来，他立刻跳了起来。这个点还没买菜，爸妈，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点还没买菜，爸妈，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话音刚落，王阳似乎想到了什么。算了，等会儿可以出去吃。说着，他就拉着我要往房间里走。妈，你先进去给如烟赔礼道歉，她东西都收拾好了，真的要搬走，怎么劝都劝不住。闻言，老伴冷着脸，正准备呵斥儿子，就听到啪的一声，两父子都呆住了。趁着王阳被打猛的时候，我压不住内心的愤怒，就连扇了他好几下。见状，王阳震惊地大喊：妈，你干嘛？这时，房间门被猛地拉开，如烟也一脸惊讶。阿姨，你这是干什么？我则又趁机扇了王阳2巴掌。这2巴掌我一点力没流，王阳的脸肉眼可见的红了。此刻，王阳捂着脸往后退了2步，眼睛都急红了。妈，你疯了！你打我！而如烟也跑到他身边，两夫妻都又惊又怒地看着我。老伴不明白我为什么性子突然硬了起来，但此刻站在我身后撑腰。洋洋，你怎么和妈妈说话的？你妈打你怎么了？闻言，我眉头一皱。王阳，我和你爸平时就是太给你脸了，让你对父母都呼来喝去。小时候没好好教你讲话，尊重长辈是我们的错。以后你再这样，
我见一次打一次。之后，我看到如烟扯了扯他的衣服，这让本来想发火的王阳把不服咽了下去。妈，你闹这么一场，不就是想让我和如烟搬回来和你们住吗？我刚和如烟商量过了，先陪你们住2个月。虽然说家人间要有边界感，但也不能太生疏。更何况如烟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说是不是？听完，如烟勉为其难的点头。我知道阿姨是孤儿，喜欢一大家住在一起，我们就先住着吧。反正一个屋檐下，只要有彼此的边界，我也不会说什么的。此话一出，我都快给气笑了。停！我现在就喜欢和老王2个人安安静静的生活。我发现你们说的特别对，边界感真的很重要。我也是学习了。我说着，还特意往房间瞄了一眼。一上午收拾行李，只收了一个书包，不会从头到尾都不想搬吧？还是你们的边界感就是喊喊口号，又想让父母给你们当牛做马，又不想父母说你们一句。我这么直白的戳穿他们的心思，如烟脸都黑了。之后，他气呼呼的冲进房间，噼里啪啦开始收拾东西。王阳还想冲我发火，不过他刚一瞪眼，老伴便啪的一下扇到了他的脸上。对你妈什么态度？最后，王阳气得浑身发抖。好，没见过这么对儿子的，你们就是看不得我过得好，以后你们自生自灭吧。说着也冲进了房间。1个小时后，2人带着大包小包彻底滚了出去。临走前，我没忍住喊了一声。如烟听后脸上带了得意，摇头晃脑的回过头，翻着白眼看人。王阳也哼了一声，声音里藏着喜意，但又装作不耐烦。又怎么了？你们就算跪下来求我们也不会住的。此话一出，我再一次确定自己是个失败的妈妈，养出了如此愚蠢的白眼狼。而我则看准了儿子一直小心拎着的挎包，一把抢了下来。收的亲戚那些礼金红包得留下来，加上你大姑的红包，总共20万。这个袋子吧。见状，王阳缩着脑袋看向如烟。此刻，如烟的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但立刻踩着高跟鞋吧嗒吧嗒走了。眼见如烟气呼呼的走了，王阳也只得气急败坏的嚷：“妈，你以后别想抱孙子，想都别想。”撂下这句话后，王阳跺着脚追了出去。楼道里的声音特别明显，邻居推门来看，欲言又止。对此，我只得笑了笑，不好意思，吵到你们了。然后我又指挥老伴把他们剩下的生活物品和没带走的衣服之类装起来，放到垃圾袋中一并扔出去。而住我对门的是曾经的同事苗翠花，我和她在一个办公室待了20年，早就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所以特地买了同一个小区、同一个楼层的房子，就是为了方便来往。上一世她也曾多次劝我，让我们老2口自己要留一点钱。她说如烟不是口头上说的那种边界感，纯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王阳也是个没心的蠢货，有了媳妇忘了爹娘。直至我和老伴搬出这个小区后，他也在我需要的时候多次上门为我们打抱不平，没少和王阳2口子吵架。可我自己不争气，他吵完之后，我又上门带孙子，倒害得他里外不是人。这时翠花确认我不是伤心之后，立刻拍手称快：“你总算做了件让我痛快的事。你一个当妈的、当婆婆的，甘愿当牛做马是一回事，可不能被小辈呼来喝去，我早就看不惯了。”而翠花的老伴也和我们相识多年，此刻他扒拉翠花，让她别乱说，同时嘴上也和我们道歉：“你们别在意呀，杨洋和如烟他们都是好孩子，翠花这人就是嘴碎。”闻言，翠花嘴角一撇：“我嘴碎什么了？你看他们搬回来都干了些什么事？我嘴碎什么了？你看他们搬回来都干了些什么事？”之后，翠花一脸的苦口婆心：“我们做父母的，不求他们有多大出息，多么孝顺，口头上甜一点，给点情绪价值总可以吧？他们做到了吗？在家里就是作威作福。”说着，翠花又自顾自地摇摇头：“这俩惊着了，你看着吧，不到1个月准回来献殷勤。”听完，我安抚了翠花一会儿，才和老伴一起回屋。老伴虽然一直按照我说的做，但也有一肚子的疑问，问我是不是在故意赌气。对此，我诚恳地向他道歉，让他这么久以来一直都在为我妥协。我从小是孤儿，后来又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育，为了圆我有一个家的梦想，我和老伴一起去孤儿院领养了心脏不好的王阳。当时我本想领养另外一个女孩，可当我走到王阳身边时，小小的孩子竟然伸手抓住了我的手指。当时我心一软，就将他领养了回来。王阳身体虚弱，又连做好几场手术才保住命。不过由于我可怜他的身世，更是从小就宠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了。他大了，我自然也和所有这个年代的人一样，希望他娶妻生子，一大家子圆圆满满，也算弥补我孤儿出生的遗憾。可惜有些东西强求不得，以后我只想和老伴好好过日子，其他都不重要。这时老伴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我们把洋洋从小养到35岁，又帮着找工作娶妻，仁至义尽了。你要不想和他们来往，以后就我们俩好好生活。”闻言，我点了点头，但我知道不会那么轻松。就像翠花说的那样，王阳很快就回来了。
甚至还没到1个月。王阳像没事人一样，一进家门见我们在吃饭，立刻洗手坐下来。爸妈，我和如烟想了想，还是回来住吧，家里还是方便些，正好也能陪陪你们。以前我一直认为儿子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也没什么主见，但我总觉得他的底色是善良的。可上一世他彻底让我死了心，这次我直接冷笑一声：“老王，等会儿把密码换了，以后别什么人都能随便进。”话音刚落，老伴便嗯了一声，而王阳的脸立刻拉了下去。爸妈，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如烟不就立了几条规矩吗？有边界感有什么不好啊？你们就为这事要翻脸，非要搅得我离婚才开心是吧？你们就为这事要翻脸，非要搅得我离婚才开心是吧？此话一出，老伴直接把筷子拍在了桌上。不会说话就滚出去！现在到底是谁没有边界感？一直得寸进尺的是不是你们？哪个混账指着我们威胁，让我们自生自灭？什么叫有边界感？你们要钱给钱，要房子给房子，我和你妈要给你们当佣人，还不能说一句你们的不是，才叫有边界感。如烟，我说不着人家，倒是你工作10多年，你给我和你妈买过1分钱的东西吗？月月我们都补贴你，倒养出一个狼心狗肺来。老伴从不轻易发言，但此刻他的话却字字诛心。而王阳则从小怕老伴，此刻被这一通话骂得缩了脑袋，求助的看向我。不过我也不客气，直接打了他一巴掌。王阳震惊的捂着脸，妈，回答他的是又一巴掌。这时他抿着唇，不再说话了，而我则拍了拍手，舒服了点。是如烟串多，你来要婚房过户的吧？我明明白白告诉你，不可能。正好你来了，我打了份租房合同，现在签了，以后按月交租。如果不交，我下个月就会让中介上门看房。我的话让王阳脸色青白交加，毕竟当时娶如烟的时候是他自己提的，要了50万彩礼，看不上那套房子，他要了房子，得和我们住在一起没空间。如烟不知道看了什么毒鸡汤，对公婆一律视为阶级敌人，但扒拉钱的手可是边界感全无，他属于典型的既要又要还要。我对如烟没什么恨，他能做到是他的本事，我只怪我自己没养好儿子。反正这一世我不可能再让王阳心安理得的趴在我们身上吸血。王阳最终没签合同，气呼呼的又放了2句狠话才走。老伴也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可我扭头就真的找了中介，我和中介签了全权委托，把房子低于市场价出售，但要能赶走现在房子里的住户。听说中介3不5时报警，说王阳和如烟私闯民宅，2人被烦得不行，又拉不下脸给我打电话，最终灰溜溜搬了出去。可我并不以为事情到此便结束了，相反，我和他们夫妻2人的大战才刚刚拉开序幕。不过我不怕，上一世的恩怨情仇总该清算了吧。王阳气得在家族群控诉我和老伴心狠，他让律师打了一份协议，要和我们断绝关系，还得意洋洋地发了一张如烟的孕检单。我以后就是爸爸了，一定会做一个慈爱孩子、尊重孩子自由意志和边界的父母。至于某些人，只能说缘分已尽。他知道我一直盼着孙子，这是要拿捏我了。王阳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不知道的是，老一辈的亲戚早就看不惯他和如烟的做法了。此刻群里的私信席卷而来。王阳，你也35岁的人了，从小到大你爸妈的付出我们看在眼里，可你倒好，老把断绝关系这种话放在嘴上，你这是为了逃避赡养责任，提前打预防针。你们不是嚷嚷着要自由、要边界吗？怎么让你们出去住，反倒不乐意了？小王八蛋，不但你爸妈白疼你一场，我也白疼你一场。上周街上碰到你们吃快餐，人都瘦了一圈，心疼你们，好心邀请你们来我家吃饭，结果你媳妇说我没有边界感。群里你一言我一语，我都能想到王阳2口子的脸色，但也有亲戚知道我一直盼着含饴弄孙出来打圆场。哎呀，一家人哪有2家话？一人退一步，又迎来新成员，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有人还艾特我和老伴，恭喜你们升级为爷爷奶奶。这时王阳立刻跳出来，别人的爷爷奶奶要么出钱，要么出力，可惜还好我岳父岳母给力，已经答应要来给我们带孩子了。我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不过就是点我出钱出力罢了。至于如烟爸妈那2口子，不把他们包一层皮下来，我都算他们厉害。上一世我和老伴出钱出力，连自己家都不能回，反而落个没有边界感的恶毒公婆的名声，而偶尔才来看几次的如烟爸妈却把好名声都争了。特别是过年，他们一家3口拎着大包小包去如烟家过年，而我们老2口子在出租屋里冷冷清清的。我倒是提过一次，想要一家团圆过一次年，可如烟却立刻拉下脸来。难道媳妇一定要陪公婆？难道媳妇一定要陪公婆？说着如烟还冷哼一声，都立好规矩的，咱们还是保持边界，各管各的。闻言我感到一阵心寒，可我儿子王阳到头来也只会指责我。妈，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岳父母对我们就没那么多要求，和他们过年我们舒服一点。你们反省一下，为什么我和如烟都不愿意和你们一起过年？一想到前世的种种，我冷笑一声，立刻把群里的协议打印出来，拉着老伴签完字后，扫描发回群里，还艾所有人让大家作证。但同时我也明确表示，关系当然可以断，只可惜这协议没有法律效力。等我和你爸生活困难的时候，你们最好每个月准备好赡养费，要不然
太便宜你了不是？消息发出后，王阳的账号立刻发来好几条语音，我点开一听，都是气急败坏的如烟发来的语音，大意就是没见过我们这么不为子女考虑的父母，掉进钱眼里，丝毫不顾及母子情谊，别人家的父母只谈奉献不谈收获云云，活该以后我和老伴孤独终老。而我则接过老伴递过来的水果，一边听一边翻白眼，合着好话赖话都让他们说了。再说全然奉献的父母上辈子我可当过，比孤独终老可惨多了。现在我已经想开了，养孩子也是一场豪赌，养到好的孩子，互相体谅互相帮助，一家子就会越来越好。养到仇人一般的孩子，你就算把命给他，他也只嫌弃你的鞋搞脏了他的鞋子，死的方式给他添麻烦了。没了逆子打扰，我和老伴过上了极其轻松的退休生活。这个月和朋友一起自驾，下个月和朋友一起出国。我从来不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大，新鲜有趣的东西原来这么多。上一世只想着节俭一点，让孩子好过点，只独独遗忘了自己，也亏待了老伴。这一世我怎么开心怎么来。又一次旅行回来后，我和老伴精神抖擞的回家，可电梯门刚打开，就见邻居翠花神神秘秘的站在他家门口，一见我们立刻窜了过来，压低声音：我怕打扰你们旅游的心情，就没告诉你们，你家锁被洋洋换了，2口子在里面了。他们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说着，翠花还不忘努了努嘴，满脸嫌弃。我是想拦着来着，但是我家那位不让，他毕竟是你儿子，我也不好报警。闻言，我拍了拍他的手，向他道谢，辛苦你了。这时，翠花老伴满脸不好意思，扯着他往家里走。下次约着一起出去玩啊！到了邂逅，我和老伴对视一眼，看到了陌生的门锁。我打完电话后，老伴敲了敲门，门从里面打开，我看到客厅里已经搞得乱七八糟，脏衣服也丢得到处都是，而肚子微微隆起的如烟正瘫在沙发上，腿随意地架在茶几上，上面乱七八糟的摆着一堆零食。他看到我们时，哼了一声，移开视线，连招呼都没打一声。而开门的王阳则脸色有些尴尬，但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爸妈，你们回来了。我则盯着他没应声。王阳接过我手上的行李，压低声音祈求：爸妈，出租屋环境实在不行，不方便养胎，你就算和我们生气，也不能和你孙子生气，是不是？此话一出，老伴有些心软，但也没接话。王阳一看有戏，赶快大肆画饼：妈，你不是一直说想有个小孩让家里热闹热闹吗？到时候你和爸就不用眼馋其他人带孙子孙女了，你们也可以炫耀。坦白说，我对上一世亲手带大的聪聪很心疼，我也想他，但此刻我更加清楚的知道，这两人就算住进来，最后也是闹得不欢而散。特别是此刻如烟依然高高在上，求人都没个求人的样，早割舍不如晚割舍，个人有个人的命。于是我直接开口：你现在也不用叫我妈，毕竟签过断绝关系的协议，和如烟一样，叫我阿姨吧。闻言，王阳被噎住了，而如烟则哼了一声，阴阳怪气的嘲讽：王阳，你说你是独生子，谁信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爸妈在外面有好几个私生子了，亲生父母光顾着自己享受，自家血脉都不管，我也算是开眼了。听完，老伴已经忍不了了：你这女娃胡说八道什么？你看看把家里糟践成什么样，这就是你们说的边界感。你看看把家里糟践成什么样，这就是你们说的边界感。可如烟听后立刻叉腰怒斥：你们老王家真够可以的，老公公指着媳妇鼻子骂，你们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把这个孩子打了，胚胎就寄到你们家门口。此话一出，王阳立刻急了：爸妈，你们要逼死我吗？闻言，我扶额看向如烟：你是孩子的妈妈，也是成年人，打不打开你自己做主。现在你们不仅是没有边界感的问题，已经是私闯民宅，犯法了。而且我进来前已经报警了，我劝你们快点收拾行李，省点时间。当天小区所有的人都看了一场好戏，我和老伴报警把儿子儿媳抓进了派出所，还让他们赔偿了500元的清洁费。报警后的第2天，我和老伴的手机上就陆陆续续收到了许多陌生人辱骂的信息。不用想，肯定这俩不安分的人又去网上搬弄是非。果真，亲戚家的女儿很快发了一个帖子过来，帖子标题就是姐妹们，结婚前一定要看对方的爸妈，没见过这么自私的公婆。帖子里把我和老伴塑造成令人窒息、毫无边界感、只顾自己享乐的恶婆婆、恶公公。因为嫉妒他们小家庭过得太好，不断找事，用金钱当作威胁控制他们，稍有不顺，我们就作生作死，甚至还要以断绝关系为要挟，连孙子也不顾。配图还发了一些我和老伴在外游玩、大吃大喝的照片，然后他们的出租屋破破烂烂的对比照，而评论里自然是整顿恶公婆的评论。老伴更是被这帖子气得直跳脚，他原本我私下和我提过几次，想要资助他们一点育儿费，这下也彻底死心了。只见他一个电话拨过去，把王阳骂个狗血淋头。可王阳不知悔改，知道帖子热度高了，还有些得意。虽然帖子是夸张了一点，可也是你们自找的。你们没看网友怎么说的？你们就是自私，谁家老人不是为子女奉献？养儿育女就是要花钱的，没钱你养什么孩子？
养儿育女就是要花钱的，没钱你养什么孩子？之后，王阳顿了顿，又开始一顿猛批。我是你们亲生的，以后难道还能不给你们养老？你让妈好好给如烟道歉，再把2套房子过到我们名下，以后我们还能和和美美当一家人，还能让你们看孙子，享天伦之乐。说完，他直接挂断电话，这理直气壮的模样给老伴气得哑口无言。我则淡定地抽走了他的手机，帮他顺了顺气。没什么好气的。很快，手机短信声响个不停，那些恶毒的言论一条有一条的冒出来，滴滴滴响个不停。我没给老伴看，把2人的手机都关机，然后又用备用手机给大姑子的女儿于欢打去电话。我们老人家对互联网的一套并不太懂，他们也就是看透了这一点，才敢肆无忌惮地颠倒黑白。上一世，于欢也说要帮我们发声，可我该死的想着家和万事兴，拒绝了他的好意。在老伴突发心梗的那个夜晚，给儿子儿媳打不通电话后，我给于欢打去了电话。她半夜3更从床上带着老公爬了起来，一直陪在我的身旁，在我崩溃时帮我应付那些繁琐的事。这孩子仁义的很，这事我倒是没什么好顾虑的。他是互联网大厂的公关，专业对口。于欢问了一些情况后，都被气笑了。舅妈，其他的东西都不用说，就你媳妇立的那些规矩，只给别人设边界，自己一点都不遵守，就够让网友喷死了。2天后，王阳率先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次疯，觉得所有人都在欺负他们夫妻俩。于欢则发的帖子澄清了2件事：第一，他们一把年纪在家啃老，却没有啃老的态度，给老人立了10几条规矩，边界感也只对老人，他们自己是一点都不遵守。第二，王阳在群里主动要求断绝关系，他开几张家族群里的截图都不用多解释，证据列出后，2人被网友骂得狗血喷头。如烟特地用王阳手机直接发了一张他在医院的照片。你们这个家族的人都是畜生，不可能生下有你们血脉的孩子。可于欢在群里对着他俩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斥骂，然后把他们踢出群，最后私信问我，不是亲生的这事可以发到网上吗？不是亲生的这事可以发到网上吗？我自然同意。那段时间，我和老伴都不怎么用手机，照常过自己的生活，但偶尔听翠花的孩子说闹得特别大，一度上了当地的什么热度榜。王阳他们又抓住，因为不是亲生的，才得不到父母真心的爱，养子总差了一层之类的屁话。此话一出，不少老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你一言我一语的回忆我为了养好王阳的身体费了多少心思，一度连自己的事业都完全放弃了。为此，双方网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站王阳如烟夫妇的，也有站我和老伴的，纷纷扰扰，我们也没太去管，反正对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影响。可最先受不了的是王阳，他好几次跑到我们小区，又是哭又是闹，越来越不像样子。可惜我打过招呼，物业完全不让他进。听于欢说，王阳也求到了他家，要求删帖，他直接报警，把人丢了出去。可王阳和如烟还是蹦跶个没完，今天找那个亲戚哭诉我们无情，明天托那个亲戚求和。对此，我冷眼看着这一切，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之后，我又让于欢宣布了一条消息，我和老伴做了遗产公证，一半捐给孤儿院，一半留给于欢。这一次，世界彻底安静了。再一次听到消息的时候，听说王阳和如烟已经离婚，5个月大的孩子也引产了。想到可爱的聪聪，我有些难受。可不让孩子有这么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至于王阳，他又蠢又不孝，还耳朵子软，那有些苦就自己受着吧。我唯一没有对不起的就是他。可如今造成今天这个局势的，除了他，还能有谁？在听到王阳的消息时，是半年后，他已经变成了愤世嫉俗的人，见人就吐槽我和老伴的不是。学业不成功，因为我们看他是养子，没有尽心尽力的管教；事业不成功，因为养父母没有给他好的托举；婚姻不成功，因为养父母斤斤计较，破坏了他的小家庭。他下定决心要寻找亲生父母，你还别说，他还真找到了，因为我帮了他一把，给他亲生父母递了点消息。领养他的时候，我们就查到过他的亲生父母是谁。家里把孩子当猪养的人，生了10几个孩子，养在身边的有7个，给口饭吃能活就行。至于其他的，但凡有点瑕疵的，或者是女孩的，能丢就丢。法律在这块不算完善，也没法追溯他们的行为。这下王阳送上门，看起来又有份体面的工作，那可就缠上了。这对父母本就是奇葩，养在身边的孩子都被他们起诉了一个遍，要赡养费。眼看着王阳不打算养他们，反手将王阳也告上法庭，没有一天养育之恩，法院肯定不支持给抚养费。他们也不怕，这2人比无赖还要无赖，天天跑到王阳单位等着，搅得王阳连好好生活都没办法。王阳这才后悔不迭，把以前亲戚都求了个遍，说他猪油蒙了心，都被如烟蛊惑，才变成那样，让我和老伴给他一个机会好好孝顺我们。可亲戚直接给他拉黑，只要他出现在家门口就报警。警察一看到王阳就头疼，因为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王阳找一次，他自己就要被关一次。再后来，为了躲他那无奈亲生父母，听说搬了城市，换了工作，和熟悉的朋友也断了联系。这些我都是断断续续听着，也没放在心上。我唯一做的就是督促老伴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好休息。反正这一世能动的时候就尽量好好过，一辈子忙忙碌碌，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少之又少。在年老的时候还能和相爱的人一起到处走走停停，看看世界，何尝不是另一种幸福？